森林、雪地，这里是大兴安岭，藏于林海雪原，绵延千里。这里的冬季长达7个月，最低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。这里也是驯鹿生活的地方。驯鹿又名角鹿，它们生活在北半球的寒冷地区，善于穿越森林和沼泽地。春天一到，它们便会离开越冬的森林或草原。一场长达数百公里的大迁徙由此开始，沿着亘古不变的路线，日夜兼程，向北进发。它们习惯匀速前进，只有受到惊扰，才会使得它们一阵猛跑，扬起漫天尘土。几百万年来，它们在密林与草原中不断探寻，在宿命与对决中艰难迁徙，直到这群人的出现。鄂温克人与驯鹿之间有一种默契约定。他们平日里任由驯鹿在山中游逛，但无论驯鹿走了多远，人们都会追寻着它们的足迹。漫山遍野的寻觅，鹿在哪里，人就在哪里。他们踏雪而来，一步两步，他们有着纯澈无辜的眼睛。几千年来，鄂温克人从未试图驯化驯鹿，他们仿佛从古老而幽深的茫茫林海中穿越而来，无声地诉说。为了这群居住在山林间的小家伙们，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大山里的民族。鄂温克人把这个鹿当自己的孩子，当自己的家人，人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，是这种动物。你要放回森林的话，它也让别的动物都吃没了，非常老实。它不像野生那个马鹿、那个驼鹿，它奔跑得快，这种鹿奔跑的不是那么忒快。另外吧，它祖祖辈辈它跟人亲近惯了，它离不开人。没了。为了鹿群能吃到最新鲜的食物，每隔一段时间，鄂温克人都要搬一次家。他们在森林中没有固定的住所，搓骡子就是他们的传统民居。它便于搬迁，适用于迁徙。3-5根顶端带杈的粗实木杆协力互相咬合，搓在地上，再把木杆依次斜搭在上面。搓骡子的覆盖物因季节而更换，冬季一般覆以兽皮，夏季多用桦树皮、茅草等。过去鄂温克人呢，就用桦树皮跟兽皮弄，现在这个也不让打猎了，就搞这个帆布了。现在搁里头就是来客人了，夏天搁里头住，完了搁里头打猎吧。这个列巴是这个鄂温克人的主要是那个食物，它这个有啥好的呢？夏季能带半个月，它不坏。你要带别的东西，像馒头啥，一天热天一天就馊了。这个只要你打出来晾凉它，吃还非常好吃。外焦里嫩，
到哪嘎达就是你看大冬天我们带着，或者是夏天带着，到哪嘎拢对火一烤，里边还是软的，外边那嘎达那个一层糊吧，咬着挺脆。便于收那个长时间的在山上待用。此时，布东峡部落正在进行着一场迁徙。因为咱们是游牧民族，这个鹿吧，它非常卫生，它就是在这一个地区待时间长了以后就脏了，有生活垃圾它就不待了，它自己找那个就苔藓地方、好的地方，还有水源的地方，完咱们跟它走。过去全部是用鹿驮。鹿身上驮的东鞍子，有包里头装的是油盐酱醋米面啥的。这个鹿吧，就是森林之州嘛，它走这个塔头的时候，过河的时候非常平稳，一点也不晃也不摔。转一次场得10公里以上，有时候早上起早走，晚上得6、7点钟能到那个，就是咱选的新址就不错了。我叫布东霞，养驯鹿的鄂温克人。我从小就出生在列明点，祖祖辈辈鄂温克人都在养，我养了300多年。来，驯鹿的寿命是17、18年，我们跟驯鹿是息息相关的。从它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养着它，驯鹿是满山遍野都走嘛，哪块苔藓好它就去哪里，你得跟随它的脚印走。就是喜欢的鹿，就是每天跟它在一起疼。驯鹿就是我的孩子。吃饱了。擦的。家里就有一个孩子，我们就3口。孩子他也是搁山下跟我们联系，就是这些客人，完了我们就搁山上负责接待。大概1周上山1次吧，就拉着水，然后买点平时吃的菜。像驯鹿没有豆饼之后，还要给它买豆饼。人可以不吃，但驯鹿不能不吃，因为驯鹿太可爱了。现在因为就是驯鹿怀孕了，完了可能是有一帮没回来，今天回来的比较少一些，回来了50多头。回来以后我们就给它喂豆饼跟盐，就是3、5天喂一回就可以。这块小点的吧。哇，行了。顶上那个也拿下来看。开几个了？哎呦，好几个呢！你先别整了，这么的。拉倒吧，别给那么多了。没，这些鹿多了，改天再给吧。没。赵鹿不在的时候，再把这个扫一扫，这就会全吃了。走，跟我走。现在有50公里吧。可能以前记着我小的时候感觉这条路超级远，但是后来交通发达了之后，自己开车感觉还行，大概开1个小时，因为总跑嘛，习惯了。比如说下了雪呀，还有现在春天的时候，有的地方会结冰，也挺滑的，总能看见有车撞了，还有掉到沟里了。可能山上有的地方手机有信号，要走可能1、2公里才能打通电话。然后现在呢，有卫星电话，还有信号接收器，在山上那个速用车里边装上的，然后一定范围内就有信号了，但是不是很稳定。但是相对于以前要走很远去打电话，现在已经方便很多了。找鹿回来就给它喂豆饼，完了就给它放到它那个槽子里头，或者是你给它撒地上也可以。上帝，儿子来了！下来呀，给他整水。拿了几桶水啊？太多了。你看你儿子那个头型吧。这不干了吗？这块都。我寻思拉点板上来。
在远在远。太阳能板，这个也得安上吧？得安这个，这个给挂树上。下驯鹿崽的时候，来野兽，给它照着点晚上。这个接高时候用，因为野生动物嘛，它听到哪块有东西有叫了有气味了就过来。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灯的话，它到哪块活动范围我们都不知道，反而我们还有危险。别的招没有，因为没有枪支了。你不像过去有枪的时候，找路也乐找，因为有兴趣啊，打点东西啥回来。哎呀，过去我们打猎的时候就是3、5个人牵10来个鹿，10天8天回来。因为啥牵鹿呢？主要带点吃的，带点那个刨皮被和肉，行李就是行李。完10天8天以后回来以后，那个鹿背上全涂的是肉。因为从05年一手缴枪以后，你就我们岁数大了就觉得就好像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没有了，像你阿姨似的做手工活就做这个皮活，因为没有枪，哪来皮子？枪、刀，这都是就是我们鄂温克人原来一直有枪来着，因为我们05年枪收了以后，就是现在就是猎民点上山的男人很少了，他们就感觉他们在山上没什么意思了，没有枪了，打不了猎了，一点意思没有，这文化也丢失了，狩猎文化就没有了。你看现在过去叫狩猎文化，现在我们叫使鹿部落。我们也申请过这个枪事儿，它是不可能的事儿，永远不可能了。像我那孩子，以前有枪的时候，他就非常乐上山，乐玩枪。等没枪以后，你看现在就面临着很多问题。现在有不少小青年，因为没有枪了就不上山了。现在可能到山上，待个1天2天，没有信号，没有什么玩的，可能会浮躁一点，会腻歪一点，无聊。但是可能会更适应山下的生活吧。其实这不应该是鄂温克人该有的状态。像父母也是，在山下也是有房子的，但是母亲是生在森林里的，生在村骡子里的，更喜欢这种山上这种安逸的生活。回山下不太舒服，因为山上的环境也好，山下反而觉得就是很闹。你像我们回家还不习惯呢，但是一回家吧，家条件咋也比山上好啊。一回家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就是待2天，回家洗澡、理理发就上山。一上山就非常高兴，一看路更高兴。就好像脱离文明了。你像我马上60了，像我这代没了，年轻人不可能上山了，永远不可能适应，以后更不可能适应了。谁在山上能待了啊？能住一宿就不错的了。现在我们也犯愁将来咋办。他们就是喜欢出去打工，每个月挣了3000块钱，他也没打算说回来，说传承你这个文化传承特别难，主要是没有文字，光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东西，它就是很难往下传承。像我可能是鄂温克话还会一点点，完了我的孩子们他们那一辈了，他们就不太会了。我感觉还挺绕口的，说鄂温克话的人太少了，因为人口基数太小，语种还比较单一。但是一个语言，一个是各种文化呀，传承的有点难。这个我们这个鄂温克的文化在慢慢的消失，它就是很难传承下去。我也希望孩子们也都知道自己是什么人，自己是鄂温克人。要是没有驯鹿的话，我们就不叫鄂温克人了。有驯鹿，你才叫鄂温克人。像这个饲养驯鹿和驯鹿在一起生活都是个问题。从小时候一直在山上长大，一直到现在，对于这个情感可能说是很自然的一种。像以前鄂温克人住的就是搓骡子，后来变成帐篷，再后来变成许迎车。鄂温克人驯鹿这个点是非常吸引不了解的人群，所以说以他们的眼光来看我们是一个非常稀奇、非常新鲜的事物。很多人喜欢来到咱们森林里看这个森林里的精灵这个驯鹿，但是我希望以这个点就是旅游为基础，把这个驯鹿还有鄂温克人把这个发扬出去。谁会想到一个饲养驯鹿过着狩猎生活的游牧民族，现在会把旅游做得这么好？可能也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，离不开国家的政策。像奥卢亚的景区开发是依靠着鄂温克人以及
鄂温克人自始的传统文化，然后打造的一个点。在这个点打造的同时呢，也是传承一部分鄂温克人的文化。但是在传承的前提之下，一定要有经济基础。比如说一个简单的画皮画，这是一个经典传承的东西，也可以把这个东西买卖的方式，你拿回去了，更能了解画皮文化。鄂温克人的故事可能在一幅画里就会呈现出来了。姚娜是皮毛画创始人巴拉杰伊的女儿，她此次回到敖鲁古雅驯鹿乡，为的是就系统地学习这门即将消失的技艺。在我们现在的人心里，那肯定首先是还挺伟大的一个民族。这个民族会赋予我们年轻人的一种荣誉吧。就跟我同龄的，我的这一辈的人，其实大部分都在奥乡本地工作。然后他们其实内心的想法呢，他们也有心要好好的继续保留这些文化，而且还要继续在山上养鹿。我们这块的年轻人是这么想的，就没有说是要去大城市打工，很少，还是希望留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手皮画是我妈妈首创的，现在唯一会的就是宋姨。那宋姨之后，那谁接班呢？因为它是我妈妈首创，那我肯定接下来是要接手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定是剪的时候宋世连着一个华线里面剪。是皮毛制作技艺的继承人，也是桦树皮画的开创者。因为接触到这个皮毛艺术以后呢，将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。重点呢就是搞文化传承，在学校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艺交给下一代。所以对我来讲，就说我作画搞这个文化传承，让我觉得就是它给你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。你会接触到这么一个民族，整个的跟他们相处过程中，愉快也好，不愉快也好，也是一种交流。如果你再过5年以后，越来越少的鄂温克人在从事自己传统的生活，放养驯鹿，整个生产生活方式都围绕驯鹿展开，整个文化都是围绕着驯鹿展开，知道了吧？那你说，当有一天你驯鹿没有了，进到博物馆了，人养驯鹿都没有了，你还在谈你这个民族文化传承？有意义吗？都没有意义，都没人养了，就最核心的这个文化的东西产生的文化的根源都没有了，你都没有进行了，你还在讲文化传承？你要从根儿上、从土壤上找问题。文化的土壤在哪儿？就在这整个从事我们这个文化、从事我们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中。鲜明深厚的驯鹿文化，造就了鄂温克族，也融进了每一位驶入鄂温克人的血液里。干一步算一步吧，干不动那天给孩子们，他肯定是养不了，他是卖呀，他是交给共产党啊，那就不一定了，那是他们的事儿了。现在我能干，先干着呗。就是我们干不动的时候，就把鹿来自森林放回森林，这是最大的选择了，最好的归宿了，就只能这么办了。我就感觉我要是老的那一天吧，我要养不动驯鹿的那一天，孩子们又不喜欢养，我就打算把驯鹿还给自然，还给大森林。我就希望以后孩子们能记住，有一只养驯鹿的温克人。啊，对的，阿木哥。Ayah kan si ama dekis lewan tuli ni, ulun jajab.